奶奶常說冬吃蘿蔔夏吃薑，不用醫生開藥方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火味廚房。白蘿蔔不要總是凍湯，今天搭配五花肉分享好吃的下飯菜。首先把五花肉放在燒紅的鐵鍋裡面燙一下，這樣可以去除豬皮的腥味，同時還可以讓豬皮吃起來軟糯 Q 彈。燒至表面微微發黑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倒入多一點的開水，浸泡2分鐘左右。2分鐘以後，我們再把燒焦的部分用小刀輕輕的一刮就刮乾淨了。不管是做紅燒肉還是做烤肉，這一步千萬不能省略。刮乾淨的五花肉，我們直接撈出來放在鍋中，加入一個蔥節、幾片薑片，然後再加入幾粒花椒去腥增香，加入没過五花肉的清水，接下來加入少量的花雕酒去腥增香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鍋裡面慢慢的出現了一些浮沫，這些都是五花肉裡面的血水，也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用漏勺把這些浮沫全部撈乾淨，然後靠上鍋蓋，大約燜煮10分鐘左右。利用這段時間，準備一條清洗乾淨的白蘿蔔，用削皮刀順着蘿蔔的幅度，輕輕的就把外皮給刮乾淨了。白蘿蔔全身都是寶，蘿蔔皮也不要直接扔了，可以曬乾用來炒臘肉。接下來把頭尾切掉一小部分，因為頭尾的肉質比較硬。今天的蘿蔔有點大，我們把蘿蔔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分成4等份。接下來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我們也不需要切太薄，大約在2個1塊錢硬幣的厚度就可以。如果切太薄，吃起來口感不好，但是盡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的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好，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加入1大勺的白糖，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食鹽，然後下手抓拌均匀。如果加入食鹽，醃出的蘿蔔軟塌塌的，吃起來一點都不爽脆。充分的發拌均匀，放在一旁醃制10分鐘左右。接下來簡單的準備一些配菜，準備一個大紅辣椒，去掉辣椒蒂之後對半切開，把裡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也處理乾淨，接着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長條，然後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方塊，全部切好放在準備好的碗中。準備一小把清洗乾淨的青蒜，用刀拍一拍，然後再切成1.5公分左右的小長段。冬天是青蒜最好吃的時候。全部切好，蒜梗和蒜葉分開放。接下來準備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塊。大蒜可以增加蘿蔔的蒜香味。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小片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接下來簡單的調個碗汁，碗中加入1勺蠔油、1勺生抽、小半勺的食鹽、少量的松茸鮮、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把調味料完全化開。提前調好料汁也是節省炒菜的時間。這個時候的五花肉也已經快煮好了，打開鍋蓋的一瞬間，整個廚房都是五花肉的鮮香味，能夠用筷子輕鬆的擦透，我們就直接撈出來，放在盤中自然放涼定型。接下來簡單的改下刀，切成大概3毫米左右的薄片，不用太薄，這樣煎出來的肥部分焦香不膩，瘦的部分也不會太柴。每一片都是厚薄均匀，
這樣炒的時候受熱才會一致，口感才會好。現在的蘿蔔也已經醃製好了，已經殺出了不少水分。把醃蘿蔔的水倒掉，蘿蔔的辛辣味會淡很多，吃起來更清甜。炒的時候還能更快吸滿肉香醬汁。起鍋加入少許的食用油，油溫燒熱以後，把五花肉倒在鍋中，像視頻中這樣不停地轉動鍋，這樣不僅方便炒出油脂，同時還可以防止粘鍋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五花肉慢慢地炒出了多余的油脂，表面也變得微微金黃。接下來加入一勺紅油豆瓣醬，稍微的翻炒幾下，把豆瓣醬炒乾水分，炒出紅油。分享一個小技巧，豆瓣醬一定要提前炒一炒，這樣更好的激發出它本身的香味和辣味。接下來加入少許的花雕酒，去除肉腥味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花雕酒炒至蒸發。接着把蘿蔔片直接下在鍋中，開大火快速翻炒均匀。我們要把白蘿蔔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香味。很多朋友喜歡用焯水的方式，其實那樣焯過水之後，營養和口感都會大打折扣。就像視頻中這樣不停地翻炒，整個過程大約要3分鐘左右，使蘿蔔的表面充分地吸收五花肉裡面的油脂。接下來加入準備好的料汁，稍微的翻動一下，使蘿蔔片完全浸泡在料汁裡面。我們要稍微的燜煮一會兒，這樣蘿蔔吃起來才會更加的入味。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。扣上鍋蓋，大約燜煮2分鐘左右。2分鐘左右，打開鍋蓋，湯汁變得越來越少了。現在的蘿蔔晶瑩剔透，每一塊蘿蔔的表面都吸收了調料的味道。接下來把切好的紅椒片直接加在鍋中，切好的蒜梗也加在裡面。蒜葉比較容易熟，我們一定要最後加入，快速翻炒均匀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啦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在出鍋之前加入切好的蒜葉，快速翻炒，把蒜葉炒出蒜香味。翻炒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裝盤了。一道營養又下飯的白蘿蔔炒五花肉就這樣完成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簡單？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，肯定不會讓您失望的。這樣炒出來的五花肉金黃焦香，肥的部分一點都不膩，瘦的部分香嫩不柴。醃過的白蘿蔔片吸收了肉香和醬汁，變得透亮軟嫩，咬一口還帶着清甜。肉香和蘿蔔的清甜，兩者搭配在一起，不僅增加了營養，同時豐富了口感，用來下米飯真的是能夠多吃2大碗。好啦，視頻就分享到這裡啦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